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想象一下，在无垠的宇宙深处，有无数星系、无数行星，甚至可能有比我们更智慧、更先进的文明正在观察我们地球，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但这微尘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或许都被某些存在默默记录。你是否曾好奇，我们并不孤单吗？如果有人真的从星际深处注视着我们，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来到这颗蓝色星球？宇宙浩瀚无边，距离人类理解的尺度总是有限。科学家告诉我们，光从最接近的恒星比邻星传到地球就需要4年。而银河系内有数千亿颗恒星，每颗恒星可能拥有自己的行星系统。更广阔的宇宙中，数以千亿计的银河系在无声的漂浮。这样的规模，让地球是唯一智慧生命的家的想法显得愚昧而孤单。费米悖论曾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外星文明存在，而且按照宇宙年龄来看，早就有时间发展高度科技文明，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明确证据？这个矛盾成为现代科学与哲学中最引人入胜的谜题之一。或许他们选择了不干预，或许我们还未具备观察到他们的能力，又或许他们的存在形式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认知框架。有理论指出，高等文明可能不再依赖物质形态，能以纯意识或能量的形式存在于多维宇宙中。他们可能穿越光年的空间，而对时间的感知远超过人类有限的一生。我们熟知的科技，如太空船、无人探测器，或许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种原始的玩具。这些文明或许掌握着我们无法理解的能量运用方式，甚至能够操纵重力、时间，或者在不同的宇宙实相间自由穿梭。而如果他们真的来到地球，目的又会是什么呢？有人推测是资源探索，寻找新的居住地，甚至对我们的基因或文化进行观察与研究。但也有更高维的可能，他们来到地球是为了协助我们进化，或者观察人类一时的成长与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外星文明并非单纯的外来者，而是参与我们宇宙故事的一部分，甚至可能与我们共享一个更高维度的共同意识场。历史与文化中，古老文明留下的神话、壁画、遗迹似乎暗示着某种来自天空的智慧。他们以各种符号、故事或祭典告诉后人，有些存在一直在注视着我们。近代的 UFO 报道、目击事件也让人质疑，这些智慧生命是否早已穿越星际来到地球。他们默默地观察、等待，而我们或许正在慢慢接近这个真相。在这样的宇宙观下，地球不再孤单，生命不再是人类专属的奇迹。当你抬头看夜空，每一颗闪烁的星光都可能是一扇窗，透视着更高智慧文明的存在。而我们要问的，不只是他们存在吗？更是他们来地球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将揭开高等外星文明的假想形态，他们可能掌握的科技，以及他们与地球、人类之间的微妙连结。这一切可能颠覆你对宇宙、对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当我们谈论高等外星文明时，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然而，或许我们人类的想象力还不够宽广。依照科学家提出的卡尔达肖夫文明等级，高等文明可以分为3个层次。I 型文明掌控整个行星的能量，2型文明能够利用整个恒星的能量，3型文明则能掌控整个银河系的能量。想象一下，当我们仍在依赖石油和核能，他们已经可以自由调动恒星的能量，甚至操纵黑洞作为能源。然而，文明的高度不一定仅由能源掌控衡量。某些理论认为，高等外星文明可能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的限制，进化成纯能量或纯意识的存在。它们不再需要固体躯体，也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这样的文明而言，来到地球可能不再意味着驾驶飞船穿越星际，而只是以意识或高维频率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现实。这些文明的形态可能远超我们的理解范围。有人猜测，他们或许是机械与生物融合的混合型生命，拥有极高智慧与自我学习能力。也有人提出，他们是高度发展的人工智慧文明，意识早已脱离肉体的束缚，甚至存在仅以光、频率或能量场存在的生命体。他们的科技
可能让我们现在的科幻故事看起来就像儿童游戏。我们也可以从地球自身的科技发展获得一些参考。当我们可以设计人工智慧、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甚至模拟多维空间，这是否代表文明的演化有一个普遍规律？也就是说，高等文明的进化可能都走向意识的纯化与能量的高效运用。在这种情况下，文明与我们想象的外星人形象可能完全不同于电影中有触角、眼睛或呼吸的生物，而且它们的存在不一定是孤立的。或许在我们看不见的高维宇宙中，存在着各种文明共存的网络，这些文明之间可能进行资讯与意识的交流，而不依赖物理飞船。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见的观察者，却一直在我们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留下痕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古文明中会出现似乎超前于时代的科技和知识。他们或许曾以某种方式与我们互动，但不直接干预。另一方面，高等文明的社会结构也可能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可能不再有战争、贫富差距，甚至不以物质为核心目标，而以意识成长、知识探索与能量调控为文明的核心。对他们而言，地球的生态系统、生命形式乃至人类意识，都是他们观察与学习宇宙多样性的重要场域。因此，当我们试图想象高等外星文明时，不应局限于我们熟悉的形态或价值观。它们可能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意识存在，也可能是超越物质的能量体，或是融合了生物、机械与意识的复合智慧。正因如此，它们来到地球的方式与目的，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奥、更微妙。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文明来到地球的可能目的，是单纯的观察与研究，还是更高层次的协助与引导。这将揭示外星文明与人类的关系可能比任何科幻故事都要奇妙而神秘。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高等外星文明，那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来到地球？他们的目的到底是善意、冷漠，还是可能带有威胁？这个问题本身就揭示了人类内心的矛盾与不安。在科学的推测里，第一种可能是资源开采。地球作为一颗富含水与多样元素的行星，的确具备某些吸引力。如果外星文明虽然先进，却依然需要物质能源，那么我们的星球可能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不过，站在更高等级的文明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或许不高，因为能操纵恒星能量的存在，根本不需要为了地球这点资源而远道而来。第二种可能是寻找新的家园。假如某些文明的母星面临毁灭或资源枯竭，他们可能试图在宇宙中寻找新的适居地。地球作为一个富含生态系统与氧气的星球，无疑是理想的候选。但这里又衍生一个问题，若真是如此，我们是否早已感受到明显的干预？而人类文明至今仍能自由发展，似乎显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入侵意图。第三种假说则更为微妙，他们可能是观察者，就像人类会研究蚂蚁的行为，却不会刻意去摧毁蚁巢。高等文明或许也只是把人类视为一个研究样本，我们的文化、意识、情感以及社会演化过程，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极具价值的资料。他们或许正在记录人类如何在矛盾、战争、合作与爱中前进，并将这一切视为宇宙意识多样性的实验。但除了科学推测，还有一种更高维的可能性。许多灵性传统与接触经验指出，高等外星文明来到地球，并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引导与协助。他们可能在我们文明关键的转折点上释放一些讯息、灵感或技术，帮助人类向更高的意识层次迈进。这解释了为什么古文明的神话、壁画乃至现代的灵性讯息经常提到来自星空的教师或天上的访客。更深一层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目的并非外在的行动，而是一种共同意识场的互动。也就是说，人类与外星文明可能本来就是同一个更高意识的不同分支。我们在地球体验物质生命，而他们则在其他星系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探索。当他们来到地球，实际上是高维意识的一次对接，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宇宙意识大家庭的一部分。当然，这里仍存在着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并非所有文明都怀有善意。就像人类历史中的不同国家有交流、合作，也有侵略与剥削。
同样的，外星文明之间也可能存在不同的价值观，有些文明选择尊重与引导，而另一些文明或许并不在乎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也许是为什么地球上关于外星接触的故事，有的充满光与爱，有的却伴随恐惧与警告。然而，不论他们的真正目的为何，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被看见。地球不是一个隐形的孤岛，我们的文明正在以某种方式与更高等的智慧产生共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好去理解、去回应，甚至去选择如何与这些文明互动。下一步，我们将回到历史与文化的线索，那些古老神话、壁画、遗迹以及现代的目击事件，是否早已留下了外星文明的足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真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如果外星文明真的曾经造访地球，那么历史与文化是否早已留下了蛛丝马迹？其实，人类文明的许多神话、传说，甚至考古遗迹，都指向了一个相似的故事：来自天空的存在曾经带来知识、技术，甚至改变人类的历史进程。让我们先从古代文明说起。数千年前，苏美人创建了人类最早的文字系统，同时也留下了关于安纳奇 （Anunnaki） 的传说。这些从天而降的众神被描述为拥有非凡智慧的存在，他们教导人类农耕、数学与天文。奇怪的是，苏美文明的天文知识远超当时的科技水准，甚至记录了天王星、海王星等肉眼难以观测的行星。难道这是巧合，还是他们真的曾接受过来自天外的知识？再看看古埃及金字塔，至今仍是人类历史上最神秘的建筑之一。其庞大的石块、精确的几何设计与天文对应，至今仍让科学界难以解释。在古埃及壁画与象形文字中，也经常出现天神或飞行之舟的描绘。传说中，法老被视为太阳神的子嗣，这是否隐喻着一种与外来智慧的连结？而在中美洲的玛雅与阿兹特克文明，他们留下的历法与天文体系同样令人震惊。玛雅人精确预测天体运行的能力，远远超过当时人类应有的技术水平。许多神话中提到羽蛇神从天空降临，带来文明与秩序。当我们将这些文化拼凑在一起时，会发现各地神话中都存在着天外来客的共同叙事。不仅如此，印度的古代典籍《吠陀》也记载了维曼纳 （Vimana）一种能在天空飞行的神圣之舟，甚至描述其结构、运作原理，宛如现代飞行器的蓝图。这些神话真的只是人类的想象，还是古代人类用自己的语言记录下了他们见到的外星科技？转向近代，人类对不明飞行物的报告层出不穷，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一个不明飞行物据说坠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虽然官方宣称那只是气象气球，但至今仍有无数阴谋论与证人证词流传。更令人好奇的是，20世纪下半叶，人类科技突然大幅飞跃，电脑、网络、微晶片的出现，是否可能受到某种外来技术的启发？在不同国家的官方档案中，也逐渐有更多关于 UFO 的记录被解密。美国国防部、英国国防部都曾公开档案承认，确实存在无法解释的飞行物体。虽然没有明确承认外星人，但这些记录足以让人思考，是不是有什么被隐瞒的真相尚未公开于世？除了科技与建筑，还有更深的文化层面。许多灵性经验者与接触者声称，他们接收到来自外星文明的讯息，内容往往围绕意识的提升、爱与合一这些核心主题。有趣的是，这些讯息与古文明神话的精神内涵往往相互呼应，仿佛一股连续的脉络，从远古延续至今。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便能看到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古代的神话传说、建筑奇迹，近代的 UFO 事件与官方档案，甚至现代的灵性讯息，都在反复告诉我们一个可能性：人类从来不是孤立的，地球或许早已被高等外星文明所造访，他们留下的痕迹隐藏在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之中。或许真正的问题不是外星文明是否存在，而是我们是否准备好面对他们的存在。当我们翻阅古文明的记录，观察天际的异象，其实就是在凝视一个跨越时空的讯号，我们与更高等的智慧始终有着微妙的联系。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最关键的探讨：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外星文明与人类的关系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他们的存在究竟是挑战还是启示？当我们回顾这一路的探索，从宇宙的无垠谈到可能存在的高等外星文明，从他们的形态假想到来到地球的可能目的，在追寻古代文明与现代事件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一切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人类历史与科学中始终存在的深层疑问。也许外星文明从未离开过我们，他们可能是遥远星系的智慧种族，也可能是早已超越物质的能量存在。他们或许从远古时期就已经观察我们，见证人类文明的诞生、发展，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推动我们前进。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幻故事，而是关乎人类自我认知的课题。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真的不是孤独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是喜悦，因为我们终于能确认宇宙的大家庭；还是恐惧，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还有比我们更高、更强大的存在？其实，这些感受本身就反映了人类的集体心理，我们害怕未知，但同时也渴望答案。或许，外星文明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带来科技或资源，而是逼迫我们去思考，人类自己要走向什么样的未来。当我们凝视星空，寻找外星智慧的同时，我们是否准备好与彼此建立更成熟、更和平的文明？因为如果连我们自身都无法和谐共处，那么即便遇见了外星文明，又该如何对话？这正是为什么外星文明这个话题如此震撼人心。它不仅挑战我们的科学理解，也挑战我们的文化、信仰，甚至灵魂深处的定位。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究竟是宇宙中的偶然，还是更宏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无论真相最终如何，这场探索都不会白费，因为它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外星人，而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谈论他们的存在，我们其实也在谈论人类的潜能。我们是否也能进化到超越疆界、超越物质，甚至超越自我的高度？这一集，我们只是揭开了序幕，宇宙中可能存在的高等文明，他们的目的与行为，还有太多未解之谜。接下来，我将带你深入探讨更多层面，外星文明可能的社会制度，他们如何运用能量科技，以及这些知识对人类未来的启示。或许，在你下一次仰望夜空时，你会带着一个新的问题：那些遥远的星光，是否正是来自某个高等文明的注视？而我们又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跨越星辰的相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